我是個小人事，卻給公司招了一個不存在的幽靈員工。這個員工不上班，也不打卡，我每個月都能用他的名義從財務那裡領走4500的底薪和全勤。因為考勤表是我做，工資單是我拉，連這個人的身份證複印件都是我從網上找人批的。就算老闆偶爾查崗問起，趙總，他家裡臨時有事，我讓他先回去了。我也能說這人請了病假，或者在外面跑業務。我之所以敢這麼幹，是因為我們這家食品加工廠管理極其混亂，老闆摳門到了極點，員工流動性極大，車間裡的人連互相的名字都叫不全。3年下来，我靠着這個幽靈員工攒下了10幾萬，這些錢全換成了我那患有嚴重先心病女兒的救命藥。我原本打算等下個月女兒的手術費一湊齊，就把這個幽靈員工做離職處理，徹底金盆洗手。可就在昨天深夜，意外發生了，這個叫王建國的幽靈員工出事了。喂，沈林，你招的都是些什么瞎了眼的蠢货？那个叫王建国的，夜班操作绞肉机违规，整个人被卷进去了，人捞出来的时候都碎成渣了。王建国是我虚构出来的人，他怎么可能会去上夜班，更不可能被卷进绞肉机里。沈林，你他妈说话呀！哑巴了，马上给我滚到厂里来！天亮之前必须把这件事压下去。如果王建国不存在，那死在机器里的到底是誰？一旦我说出王建国是假员工，我吃空饷的事情就会徹底敗露。等待我的不僅是職務侵佔的牢獄之災，我女兒的後續治療費也會徹底斷絕。為了女兒，我只能硬着頭皮演下去。听說是在冷庫那邊發現的。我沒敢往車間裡看，直接上了2樓的廠長辦公室。趙廠，你是死人嗎？這麼慢！沈林，出了這麼大的事故，你這個招人的人事可脫不了干係。刑偵李威是我死對頭，幸災樂禍的看熱鬧。趙廠，現在情況怎麼樣了？報警了嗎？報個屁的警！下周就是安全生產大檢查，這個時候鬧出人命，廠子還要不要開了？要是被安監局盯上，停產整頓加罰款，老子直接破產。那您的意思是？私了！沈林，這人是你招進來的，檔案在你手裡，你現在立刻查他的緊急聯繫人，馬上聯繫他的家屬，在天亮之前把家屬弄過來，不管花多少錢，必須讓他們簽下諒解書，把屍體趕緊拉去火化。聽到緊急聯繫人這5個字，我後背的冷汗瞬間就下來了。王建國檔案表上的緊急聯繫人電話，填的是我自己的備用手機號。沈林，我記得這個王建國是你親自經手入職的，3年了，我都沒把他名字和臉對上。你對他應該挺熟吧？還不趕緊去看看？李威的話精準地扎在了我的軟肋上，他早就在懷疑我了，因為王建國從來不打卡，每個月的考勤都是我手動補簽的。好，我這就去。如果我假裝打不通那個備用號碼，趙志遠肯定會要求報警尋親。一旦警察介入，核查死者身份，不僅會發現死者根本不是王建國，還會順藤摸瓜查出我偽造檔案吃空饷的罪證。可是如果我打通了，誰來假扮家屬？電光火石間，我的腦海裡突然閃過一個瘋狂的念頭。趙志遠急於把事情壓下去，才說讓家屬盡快諒解。像這種瞞報的致死工傷，私了的賠償金至少在100萬到150萬之間。既然死在機器裡的人身份不明，那我為什麼不能找個人來假扮王建國的家屬，直接拿走這筆100萬賠償金？這樣一來，死者的身份被徹底掩蓋，趙志遠得到了他想要的安寧，而我也能拿到女兒救命的錢。這是一場豪賭，贏了女兒活命，我全身而退；輸了萬劫不復。我從通訊錄裡翻出了老家表姐的電話，她早年在外面混過社會，膽子大，人機靈，最重要的是她現在欠了一屁股的高利貸，比我更缺錢。喂，大半夜的招魂啊？姐，只要你裝成王建國的農村媳婦兒，咬死要120萬現金賠償，事成之後我分你40萬。沈林，你瘋了吧？那是死人，萬一被查出來是詐騙，咱倆都得進去。姐，你有錢還那些高利貸嗎？還不上，催收的可是要砍你的手。工廠老闆比我們更怕報警，他根本不敢查，只要你演得像，拿到錢連夜就走，誰能查得到？幹了，把那個王建國的資料發給我，
我去洗手間用冷水洗了一把脸，用力拍了拍臉頰，讓自己看起来正常一些，然后去了厂长办公室。赵厂，联系上了，死者老婆在乡下，刚通完電話，正在趕過來的路上，估計7點左右到。好，人來了，直接帶到1樓的會議室，別讓他去車間鬧。辦事效率倒是挺快啊。出了人命，我能不急嗎？李主管要是覺得我處理的不好，一會兒家屬來了，你來談。早上7點，工廠大門外準時出現了一個面色憔悴的鄉下女人。建國啊，你怎麼走得這麼慘啊？留下我們孤兒寡母可怎麼活啊？表姐眼睛紅腫的像核桃，還沒進門，乾嚎的哭聲就已經傳遍了小半個廠區。走！我看着表姐那堪稱影后級別的表演，懸着的心稍稍放下了一半。保安，趕緊給我把這婆娘拉進保密會議室！大嫂，你先冷靜一下，人死不能復生，這事兒是我們廠裡監管不力，我們願意做出補償。補償？人命你們怎麼補償？我要報警，我要讓警察把你們這黑心工廠查封了！別，大嫂，有話好商量，咱們走法律程序也是拿賠償，還耗時耗力，50萬，咱們私了，怎麼樣？50萬大把叫花子呢！我老公的是一條命，120萬，少一分我就立刻死在這兒。120萬可以，但必須簽保密協議和諒解書，拿着錢立刻拉走屍體火化，以後絕不能再來找麻煩。行，见錢簽字。一切都進行得異常順利，順利到我都覺得有些不真實。去讓財務籌集資金打入這張銀行卡裡。好的，趙總。這位嫂子，我是搞行政的，按規定領這麼大一筆賠償金，得核對一下您的身份信息和結婚證。結婚證我是讓辦假證的連夜做出來的，證件本身沒問題，但如果李薇要上網核驗，就全完了。看什麼看？我男人都死了，你们還想賴證是不是？核對，隨便你們查。王建國，1985年出生，戶籍地在豫南省平山縣。可是沈林，我昨晚因為好奇，托了我在派出所當戶籍警的同學查了一下，全國戶籍系統裡根本沒有咱們廠裡檔案上那個身份證號的王建國。這個人是個黑戶，或者說他根本就是個假人。糟了，怎麼都沒想到會這麼巧。會議室裡所有人都定住了，氛圍死寂。沈林，你到底在搞什麼鬼？那個死在機器裡的人究竟是誰？沈林，這到底怎麼回事？我的大腦在這一刻瘋狂運轉，冷汗順着脊背往下流。如果我說實話，不僅我會完，病床上等救命錢的女兒也完了。嫂子，建國的身份證是假的，入職的時候他拿的可是2代身份證原件，連機器都能刷出來，怎麼可能是假的？哎呦，我的老天爺啊，這日子沒法過了啊！建國，我就跟他說，躲債不能用假證，他偏不聽啊！你這個惡毒的女人，人都死了，你還要查他的底？我怕告訴你们，我男人在老家欠了网貸，天天被人上门碰红漆。他為了出來打工賺錢，花了500塊錢在天橋底下辦了張假證。我們本來就見不得光，你們現在還要拿這個來欺負我們孤兒寡母，是不是？你胡說八道！假證？假證怎麼可能連機器都騙過去？李薇，你他媽是不是閒得慌？老子現在關心的是那個死人到底叫什麼名字嗎？
老子關心的是這件事情能不能平息，是這破廠子能不能保住。不管他是不是黑戶，就算是個逃犯，他也是死在我的车間裡。你現在非要把警察招来，非要查出他的18代祖宗，是不是想把我的厂子给封了你才甘心？行了，签字，給錢，拿着錢，立刻把屍體拉去火化，出了這個門就當沒這回事兒。接下來的流程快得驚人，表姐簽了諒解書和保密協議，按了紅手印。財務那邊已經準備好了錢，120萬，直接轉進了表姐提供的銀行卡裡。整個過程，趙志遠都派了2個心腹保安死死盯着，生怕表姐半路反悔去報警。屍體推进焚屍爐了，骨灰也交給家屬帶走了。可算是能鬆口氣了，一場滅頂之災就這麼被120萬給抹平了，不虧。密碼是你生日，裡面是80萬，那40萬我已經轉到我自己的卡裡了，高利貸也還清了。錢拿到了，朵朵的手術費有了，壓在胸口3年的那座大山終於被移開了。沈林，姐勸你一句，這錢拿得燙手。那個死在機器裡到底是誰？你想過沒有？这事兒太邪門了，那個廠長心裡肯定有鬼。我馬上回老家，這輩子都不會再來這裡了。你也趕緊辭職吧，這破廠子說不定還要出什麼大事。表姐走了，我一個人在旅館的房間裡坐了很久。是啊，如果王建國是我虛構出來的假人，為什麼會有一個大活人深更半夜出現在車間裡，還代替了根本不存在的王建國去操作機器？而且趙志遠的反應太反常了，他平時給員工發幾千塊獎金都要核對半天，這次居然連死者身份都不查，就痛快地掏了120萬。與其說他是在賠償家屬，不如說他是在花錢買一份徹底掩蓋屍體身份的平安。一個恐怖的念頭在我腦海中瘋狂生長，這場意外根本就不是意外，這是一場謀殺。而我為了騙取那筆空饷，為了拿到女兒的救命錢，陰差陽錯的成了幫兇。車間裡已經恢復了生產，轟鳴的機器聲掩蓋了一切罪惡的痕跡。如果這是一場謀殺，兇手是誰？死者又是誰？要想弄清楚，我可能需要去一個地方。在確認廠長不在裡面後，我用平時管理行政資產的萬能備用鑰匙開了廠長辦公室的門。空氣中彌漫着濃烈的空氣清新劑味道，卻依然掩不住一絲淡淡的腥氣。我直奔他辦公室裡間的私人休息室。這是血跡嗎？我心跳如鼓，雙手用力扣開了空調下方的擋板，縫隙裡居然塞着一個被膠帶死死纏住的黑色塑料袋。我解開塑料袋的死結，一股濃烈的血腥味瞬間撲面而來，燻得我差點當場嘔吐出來。袋子裡是一套沾滿了暗紅色乾枯血跡的男裝，在燈光下，表盤邊緣的一處劃痕顯得格外刺眼。這塊表好眼熟，上個月發工資的時候，工廠的隱形合夥人，也就是趙志遠的小舅子周勇來廠裡鬧事。工廠分紅就這些，你愛要就要，不要就滾！你拿老子当要饭的打发！當時我剛好去交報表，親眼看到周勇把這塊勞力士拍在桌子上，表盤邊緣就是那時候刻出劃痕的。趙志遠，你個王八蛋！你做假賬、偷稅漏稅的證據都在老子手裡，你要是不給我500萬，老子明天就去稅務局舉報你，讓你把牢底坐穿。後來是趙志遠把周勇拉進了辦公室，兩人鎖在裡面談了整整1下午。從那之後，我就再也沒見過周勇來廠裡鬧過。原來他不是沒來鬧，他是永遠也來不了了。所有的線索在這一刻全部串聯了起來。趙志遠殺了周勇，趙志遠為了掩蓋殺人的事實，趁着夜班車間人少，把周勇的屍體扔進了绞肉機裡毀屍滅跡。但他不能讓別人發現死的是周勇，所以他利用了人事系統裡那個從不露面只上夜班的王建國，他故意制造出夜班員工王建國違規操作發生意外的假象，只要工廠花錢私了賠付給王建國的家屬，這具屍體就會名正言順地被拉去火化場燒成一把灰，從此世上再無周勇，只有死於工傷的王建國。這也是為什麼趙志遠今天早上在會議室裡面對李薇對死者身份的質疑時會那麼氣急敗壞，而我
我居然找人來假扮家屬，替趙志遠完美的閉環了這個殺人計劃。我成了趙志遠殺人拋屍的同謀，我絕不能報警。如果警察查明真相，趙志遠固然會被判死刑，但我偽造檔案、吃空饷、詐騙100萬賠款的事情也會曝光，我會坐牢，我拿命換來的女兒的手術費也會被追回，這可是沾了血的錢啊！必須把這些東西銷毀，只要證據沒了，這件事就會永遠爛在肚子裡。沈林，你在這裡幹什麼？我渾身猛地一顫，手裡的塑料袋啪的一聲掉在了地上。大白天的，不在工位上干活，跑来厂长办公室翻東西。那个袋子裡装的什么？完了，他看见了。沈林，你抖什么？120万，你和那个找上门的农村泼妇分了吧？让我看看你这袋子裡到底藏了什麼寶貝。我像瘋了一樣撲上去，死死抱住那個袋子。我這幾天因為女兒的病情心力交瘁，根本沒有李薇的力氣大。伴隨着一股令人作嘔的腥臭味，一套硬邦邦的、沾滿暗紅血塊的男裝掉了出來。緊接着，一聲脆響，那塊勞力士手錶滾落到了李薇的腳邊。時間在這一秒，仿佛徹底靜止了。李薇也是在廠裡待了好幾年的人，她不可能不認識這塊錶。這不是周勇的錶嗎？上個月他在財務室跟趙志本打架，把錶摔在桌子上磕壞了，我還幫着拉過偏架。昨晚死在絞肉機裡的根本不是什麼王建國，是周勇。趙志遠殺了他小舅子。我癱坐在地上，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覺得眼前陣陣發黑，秘密暴露了，等待我的將是萬劫不復的深淵。我以為李薇會立刻尖叫着跑出去報警，或者用這件事去要挾我，讓我滾出工廠。但我錯了，我低估了人性的貪婪。沈林啊沈林，我真是小看你了。難怪趙志遠今天早上連死者身份都不敢核實，痛痛哐哐就掏了120萬。他這不是在賠工傷，他這是在給自己買一張毀屍滅跡的入廠證啊！你找來的那個潑婦根本就不是什麼家屬，是你找來幫趙志遠平事兒的托吧？李薇，這事兒跟咱們沒關係，你把錶給我，就當什麼都沒看見，行不行？你瘋了還是我瘋了？趙志遠那個鐵公雞，殺個人願意花120萬去燒骨灰，你說，如果我拿着這些證據去找他，他願不願意花500萬買我的閉嘴？李薇，你不要命了？趙志遠是個殺人犯，他敢把周勇扔進絞肉機，就敢把你也扔進去啊！你敢去勒索他，這就是下場，到時候連我也會被你牽連。滾開！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你為了吃空饗敢包庇殺人犯，我憑什麼不敢要筆封口費？有了500萬，老娘明天就辭職出國，誰還受趙志遠那個老色匪的氣啊？他竟然也打起了錢的主意。沈林，你給我把嘴閉嚴實了。你要是敢給趙志遠通風報信，我就立刻報警，告訴警察你是他拋屍的同謀，你找人詐騙了120萬。到時候你下半輩子就在牢裡過吧，你那個逼樣子女兒就等着斷藥等死吧。我癱軟在冰涼的地上，如墜冰窟。李薇拿走了證據，也拿走了懸在我頭頂的達摩克洛斯之劍。可趙志遠絕對不可能給他500萬，他只會想盡一切辦法讓李薇永遠閉嘴。而一旦李薇死了，我就是趙志遠的下一個目標。我不能坐以待斃。下周2的手術，專家排好期了，孩子有救了。我不能死，如果我死了或者進了監獄，這筆錢很快就會被拿走。朵朵連手術台都下不來。既然李薇非要去送死，既然趙志遠非要殺人滅口，那我就只能在他們互相撕咬的時候，親手給他們挖好墳墓。第二天一早，工廠裡的氣氛平靜得有些詭異。李薇今天破天荒地化了濃妝，甚至穿上了平時捨不得穿的真絲襯衣。我知道她已經向趙志遠出牌了。上午10點半，我辦公桌上的座機突然響了。沈林，到我辦公室來一趟。我深吸一口氣，把手機調到錄音模式，揣進口袋裡，站起身走向2樓。趙廠，您找我。
沈林，昨天下午你是不是来找我了？赵厂，我确實來過，跟您確認一下報表。但是昨天下午您出去了，而且我還看到李主管從辦公室裡出來，手裡還抱着一個黑色的塑料袋。你看見他拿走袋子了？看見了，而且李主管今天早上還在办公室裡查去國外的機票。你是个聰明人，沈林。赵厂，昨天你處理那個家屬處理得很乾淨，我很滿意。現在李薇那個賤女人居然敢拿那包破衣服來敲詐老子500萬！她約我今晚10點在廢棄的2號倉庫交錢換東西。你替我去。趙廠，我去幹什麼？你去替我給他送錢，包裡是100萬。你告訴他，剩下的400萬我明天轉賬給他。只要你能讓他把那個塑料袋交出來，我可以提拔你做主管，再給你10萬。但如果你辦砸了，或者你想跟他一起坑我，叫王建國的絞肉機裡可能還會再塞2個人的。我明白，趙廠，我一定把東西拿回來。走出辦公室的那一刻，我渾身已經被冷汗濕透。趙志遠讓我去送錢，根本不是什麼妥協。2號倉庫那個地方監控早就壞了，平時連狗都不會去。他是想讓我在那裡拖住李薇，把我們倆一起除掉。旅行包裡的錢就是送我們上路的買命錢。既然你不仁，就別怪我不義。下午，我回了一趟醫院，補齊了所有的預救費用。就算我今晚真的死在2號倉庫，朵朵的手術也能順利進行。她能活下去，能像正常孩子一樣去上學，在陽光下奔跑。有了這個底氣，我心裡的恐懼突然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豁出去的狠力。趙志遠想讓我和李薇互相殘殺，然後他好坐收漁翁之利，把我們倆當成垃圾一樣處理掉。那我就讓他看看，一個被逼到絕境的母親，到底能爆發出多大的能量。離開醫院後，我去了一趟老城區的電子市場。我買了一套微型的針孔攝像頭和錄音設備，準備將設備縫進衣服裡。回到家後，把攝像頭縫在了我衣服的胸口處。接着，我買了一張不進門的手機卡，編輯了一條定時短信：今晚10點，成交長明食品廠2號廢棄園。我把短信定時發送的時間設定在了晚上9點50分。做完這一切，我深吸了一口冬日傍晚刺骨的冷空氣，提着那個沉甸甸的旅行包，轉身走向了工廠。倉庫裡彌漫着一股刺鼻的機油味和霉味。借着手機微弱的手電筒光芒，我看到李薇正站在一堆廢舊鐵架子後面。李薇看到我一個人進來，鬆了一口氣，往我身後看了看。趙志遠呢？他怎麼沒來？趙廠說他不想見你，怕控制不住脾氣。包裡是100萬現金，他讓你數數，剩下的錢明天轉你卡裡。500萬，老娘終於有錢了。沈林，你沒偷拿我的錢吧？當然沒有，我可沒你那麼不要命。好啊，老娘後半輩子都能吃香喝辣。假的，全他媽是假的！包裡除了最上面薄薄的一層是真鈔，下面墊着的全都是裁剪成同等大小的白紙。趙志遠這個摳門到骨子裡的鐵公雞，連買命錢都捨不得給真的。趙志遠這個王八蛋，敢耍老娘！沈林，你回去告訴他，這500萬少1分都不行。明天一早看不到錢，我就去公安局報警。倉庫的門突然被人重重關上，有人從外邊鎖住了我們。你要去哪兒報警啊，李主管？趙志遠果然來了，他根本沒打算給錢，他是來要命的。趙廠，你別亂來啊！你殺周勇的東西都在我手裡。是嗎？只要你們倆今晚都死在這兒，還能有人知道嗎？李薇啊，李薇，你平時在辦公室裡作威作福就算了，居然敢敲詐到我頭上。周勇那個爛賭鬼要我500萬，我把他塞進了絞肉機。你現在也想要500萬了？不，我不要了，錢我不要了。
常，你放過我吧，我保证什麼都不說，我保證顯正。完了！赵志遠，你殺了我你也跑不掉！沈林全都知道，他還幫你找人冒充家屬，你們都是殺人犯！放心，他跑不了。你们俩今晚誰都走不出这个倉庫。沈林，其實你挺好用的，可惜了，你知道的太多了。9點58分，警察應該已經在路上了。趙常，周勇好歹是你小舅子，你怎麼能那麼狠心，把他活生生扔進機器裡？我狠心，是他逼我的。那個吸血鬼3天2頭來找我要錢，我一氣之下就用滅火器砸爛了他的頭。哼，他死了，我也沒辦法，我只能扒了他的衣服，把他扔進絞肉機裡。正好，你虛構的那個王建國可以拿來頂包，120萬買一條命，太划算了。好了，廢話夠多了，沈林，上路吧！警察，放下武器，雙手抱頭蹲下。沈林，你居然報警！警告你，不許動！我活下來了。是你報的警。警察同志，我不知道誰報的警，我只是個人事，是廠長逼我來這裡給李主管送錢的。他說如果我不來，就把我也扔進機器裡。我害怕，所以我自己買了錄像設備。他剛才親口承認了，是他殺了周勇。你很聰明，也算命大。起來吧，跟我們回局裡做個筆錄。因廠區發生重大刑事案件，現場已被全面封鎖。那天是我失手打死了周勇，並試圖利用夜班絞肉機毀屍滅跡。這個人都不存在，怎麼會有媳婦兒？到底是什麼情況？你不是說他家家屬領走了你的賠償金嗎？我根本不知道，那女人肯定是李衛或者沈林找來的人，他們合夥坑我的錢。我只是個底層員工。那天晚上趙廠長打電話讓我來加班，說王建國出事兒了。那個家屬是第二天早上自己跑到工廠門口來哭喪的。趙廠長急着私了，直接拍板賠了120萬。我哪有本事去騙這120萬啊？是買來的銀行卡，錢一到賬就已經被迅速轉移，層層洗白，根本查不到最終去向。就是趙志遠故意找人演戲，為了把錢洗進自己的口袋。我真的給了120萬啊！我被騙了！可根本沒人會相信，一個摳門到極點的老闆會被一個小小的人事騙走100多萬。1個月後，案子徹底結了。趙志遠因故意殺人罪、毀壞屍體罪，數罪並罰，一審被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李威因為涉嫌敲詐勒索，雖然未遂，但也受了重傷，被判了3年有期峻刑。在調查工廠檔案時，我們發現了你虛構王建國吃空降的事情。是，我確實虛構了王建國，可我是走投無路啊。
王建國這個假檔案是我受了趙志遠的指使，用來替趙志遠套取公司資金的，死无對證。再加上我在侦破命案中提供了關鍵的錄音錄像證據，屬於重大立功表現，並及時退回贓款。最終，法院判處我職務侵佔罪，緩刑1年。我不用去坐牢，只需要定期去社區報到。朵朵的手術很成功，醫生說下周就能出院了。媽媽。這3年，為了這個不存在的王建國，我如履薄冰，差點丟了性命。但現在，噩夢終於徹底結束了。目前，犯罪嫌疑人趙某的工廠已經被查封拍賣，趙某和李某也得到了應有的惩罰。法院宣判後的第3個月，生活終於恢復平靜。朵朵，媽媽給你做好吃的啊。好，謝謝媽媽。朵朵，多吃點才能長高哦。那天晚上，朵朵睡着之後，我一個人坐在客廳裡，開始整理她這幾年的病歷。那是一張王建國的身份證複印件，我想起了做假證的人曾經說的話。當時那個做假證的給我發了一份樣稿讓我確認，我隨手打印出來核對信息，之後就一直夾在朵朵的病歷裡，忘得一乾二淨。姐，你放心，我這個模板都是真實身份證改的，絕對查不出来。我當時沒多想，只覺得能用就行。可现在，我看着這張照片，心裡突然湧起一股說不清道不明的不安。這個模板上的臉到底是誰的？就在我準備關掉網頁的時候，一個念頭突然像閃電一樣劈進我的腦海。如果這張身份證模板上的信息真的對應着一個真實存在的人呢？那這個人是誰？他現在在哪裡？我猛地想起3年前我讓假證贩子做這張身份證的時候，對方發來的樣稿上除了照片，還有姓名、身份證號、戶籍地址等一整套完整的信息。姓名就是王建國，可如果這個王建國是假的，那這些信息會不是從某個真實的人身上扒下來的？如果這個被我虛構出來的王建國在現實中真的有一個原型呢？而這個原型會不會跟趙志遠的工廠有關？我花了2天時間，才從舊手機的文件夾裡翻出了當年假證販子發給我的那張完整樣稿。我盯着身份證號，心跳越來越快。3年前那個假證販子給我的是一套完整的、有明確戶籍地址和身份證號的真實信息。那這個真實姓名叫王建國的人，是不是也發生意外了？警察同志，我想問一下，如果我想查一個人的戶籍信息，需要什麼手續？你是他什麼人？我是他以前的同事，想联繫他，但联繫不上了。那不行，公民个人信息受法律保護，只有司法機關或者本人才能查詢。為了避免王建國的陰霾籠罩在我和女兒的生活中，我必須找到真相。接下來的1個星期，我利用午休和下班後的時間，開始在網絡上瘋狂搜索一切與平山縣柳河鎮王家溝村有關的信息。我在百度上找到了平山縣政府的官網，又在貼吧裡翻到了當地人發的帖子。我甚至還打了好幾個長途電話到平山縣的一些單位，假裝是尋親的，打聽王家溝村的情況。功夫不負有心人，在打了第7個電話之後，我終於從一個在平山縣民政局工作的大姐那裡得到了一條關鍵信息。喂，你好。王家溝村啊，那個村早就沒了，10年前併鎮的時候合併到柳河鎮了。你要找的人叫什麼來着？王建國，1975年出生的。你等一下，我幫你問問我們這兒的老同事。喂，查到了嗎？我問了我們單位一個退了休的老趙，他說他記得這個名字，王建國，確實是王家溝村的人，但他不在村裡住，很早就出來打工了。
老趙說这个王建國大概在10年前就失蹤了，家裡人報了警，但一直沒找到人。什麼？失蹤了？10年前？喂？我翻出手機通訊錄，找到了一個號碼，那是之前趙志遠案子的主辦刑警劉隊的電話。在法院判決之後，劉隊曾經給我留過他的號碼，說如果想起什麼新的線索，隨時聯繫他。我猶豫了很久，還是在凌晨5點按下了撥號鍵。喂，哪位？劉隊，我是沈林，就是之前趙志遠那個案子的人事。沈林，這麼早打電話，出什麼事了？劉隊，我有件事想跟你說。我最近發現了一些東西，可能跟趙志遠的案子有關。我深吸一口氣，把這3年前找假證販子做身份證，最近發現王建國在10年前就真實存在且已經失蹤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沈林，你說的這個情況，我需要向上面匯報。你現在在哪裡？今天上午能來一趟局裡嗎？可以，我這就過去。把你剛才在電話裡說的再詳細說一遍。好，我的意思是，我懷疑趙志遠還害死了一個人。沈林，你知道你剛才說的這些意味着什麼嗎？如果這個叫王建國的人真的在10年前就失蹤了，那他的失蹤很可能是一起刑事案件，而且你是在趙志遠的工廠裡虛構了這個人的身份。趙志遠作為廠長，怎麼可能不知道你虛構了一個員工？他不僅沒有制止，還利用這個虛構的人來掩蓋自己的殺人罪行。你是說，趙志遠很可能從一開始就知道你在吃空饗。他之所以不揭穿你，是因為你虛構出來的這個王建國恰好可以被他利用。你的意思是，甚至他可能早就知道王建國這個人的真實身份。如果劉隊的推測是真的，那我從一開始就是趙志遠棋盤上的一顆棋子。他看着我一步步虛構出王建國，看着我把這個假人塞進工廠的檔案裡，然後在自己殺了周勇之後，順水推舟，把屍體安在了這個根本不存在的王建國頭上。他不僅用我虛構的人掩蓋了殺人罪行，還用我虛構的人掩蓋了一個更大的秘密，那個10年前就失蹤的王建國。對，現在就要。檔案顯示，2013年11月，一名叫李秀英的中年婦女到柳河鎮派出所報案，稱其丈夫王建國於2013年9月外出打工後失聯。報案後，派出所初步調查，發現王建國最後一次出現在平山縣汽車站，購買了一張前往我市的長途汽車票，之後再無任何蹤跡。沈林，有可能王建國當年就是進了趙志遠的工廠，之後發生了什麼事，導致他失蹤了。可那是10年前的事，趙志遠的工廠10年前叫什麼名字？我查過了，趙志遠的食品加工廠最初是由他的岳父周德柱在2005年創辦的，原名德固食品廠。2015年，周德貴因為身體原因把工廠交給了趙志遠管理，之後更名為長明食品廠。周德貴，這是我在工廠3年裡幾乎從未聽說過的一個名字。我只知道趙志遠的妻子姓周，但從來沒見過他，也從來沒見過趙志遠的岳父。現在想來，這本身就很反常。根據戶籍信息，周德貴今年71歲，現居住在本市郊區的一個高檔養老社區。一個念頭在我們之間無聲的傳遞：周德貴為什麼不回工廠？他在怕什麼？接下來的調查由我主導，你要全力配合。劉隊，在此之前，我想去見一見王建國的妻子李秀英。你確定？確定。我有義務去跟她道歉。
你是王建国的妻子。你是谁？来找我们老王的吗？我叫沈林，我有些事想跟你说。阿姨，我有一件事情要跟您坦白。其實我之前盜用了您丈夫的身份信息，用來吃空饗。我在一個工廠裡面上班，廠長是趙志遠，他利用王建國這個名字掩蓋殺人罪行的事。那我丈夫還在嗎？他失蹤了。關於警方正在重新調查這個失蹤案，李秀英聽完之後沉默了很久。我找了10年了，10年來我每年都去派出所問，每年都沒有結果。阿姨，您別哭，有時候沒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你是說，現在有人重新查這個案子了？是的。那能找到他嗎？不管他是死是活，我想有個結果。一定能找到的。回到市里之後，劉队告訴我一個重大進展。王建國失蹤的那個月，德貴食品廠有一批臨時工的入職記錄，其中有一頁紙上用圓珠筆寫着一個名字：王建國。而這一批臨時工的檔案，在2015年工廠革命之後，全部被轉移到了一個地方——廢棄冷庫。廢棄冷庫？對，在工廠的最東邊有一個建於2005年的冷庫，2010年之後因為設備老化停用了。2015年趙志遠接手工廠之後，把一批老舊檔案全部轉移到了那個冷庫裡。我心裡有什麼東西咯噔一下。趙志遠把檔案轉移到廢棄冷庫，這本身並不反常，但結合王建國失蹤案的時間線，再結合周德貴在2015年突然把工廠交給趙志遠，自己徹底消失的舉動，一個恐怖的猜想在我腦海中成型。劉隊，那個冷庫有人進去查過嗎？趙志遠的案子已經結案，工廠被查封之後，我們只是對生產車間和辦公室進行了勘驗，沒有對廢棄冷庫進行過搜查。但如果你剛才說的那些信息能夠串起來，那個冷庫可能才是真正的案發現場。劉隊向上面申請了搜查令，我們直奔工廠。工廠已經被查封大半年了，大門上貼着封條，院子裡長滿了齊腰高的荒草，車間的窗戶上落滿了灰塵，看起來像一座巨大的墳墓。把門打開。鐵門被推開，一股刺鼻的霉味和腐敗氣息撲面而來。冷庫裡一片漆黑，靠牆堆放着幾十個紙箱和鐵皮櫃。這裡不對勁。劉隊，這面牆確實被重新砌過，下面的水泥票號跟上面不一樣。砸開。大約再處理半個小時，就能在牆壁上鑿出一個洞。裡面有東西，是人骨。我雙腿一軟，差點摔倒。所有的線索在這一刻全部串聯在了一起。我知道，王建國已經遇害了。2013年9月，王建國從平山縣來到這座城市，進入德貴食品廠做臨時工。不久之後，他因為某種原因，可能是發現了工廠的什麼秘密，也可能是跟周德貴發生了衝突，被殺害了。兇手把屍體藏在了廢棄冷庫裡，然後用水泥把牆壁重新砌了一遍。2015年，周德貴突然把工廠交給趙志遠，自己徹底消失。現在，我終於明白周德貴為什麼不回工廠了，不是因為他不想回，是因為他不敢回，因為這座冷庫裡藏着他殺人的證據。所以當我虛構出一個叫王建國的員工時，趙志遠不僅沒有揭穿我，反而默許了這件事，因為他需要這個虛構的王建國來掩蓋兩個真相，一個是周勇的死，另一個是10年前就死在這個工廠裡的真正的王建國的死。檢查報告出來了，經過初步鑑定，骸骨屬於一名成年男性，年齡在32至39歲之間，死亡時間至少在8年以上，生前曾遭受過暴力襲擊。 DNA 比對結果在1周後出來了，骸骨的 DNA
與李秀英提供的王建國生物學樣本高度吻合，確認是王建國本人。那兇手呢？是周德貴嗎？證據還不充分，但我們已經在安排傳喚周德貴。劉隊，我之前在趙志遠的辦公室裡找到過那包血衣和手表。趙志遠把那些東西藏在空調裡，說明他有藏匿證據的習慣。那周德貴呢？他會不會也在什麼地方藏了什麼東西？你的意思是，周德貴很可能會留下什麼紀念品？這裡就是周德貴的藏屍處，不要打草驚蛇，我們一舉拿下。調取一下周德貴入住5年來的所有記錄，全都在這裡了。周德貴外出時間很有規律，我們在他下一個外出日進行跟蹤。不许动！警察办案。这上面是周德貴的日記，裡面寫着殺害王建國的全過程。秀英姐，殺害您丈夫的人我們找到了。王建國失蹤案在沉睡了10年之後，終於真相大白。從今以後，我要帶着朵朵好好的活下去。